大家好，這裡是窮奢極欲，一個離不開錢的頻道。台灣超過60%人口有近視的問題，其中未滿18歲的學齡族群近視率更高達85%，放在世界都排在前列。龐大的需求讓台灣的眼鏡行業盛行，各地門店雖然常常空無一人，但始終能一力接口。許多店家甚至進駐大城市精華區段，這就讓人不免懷疑，驗光賣眼鏡是否有着超高利潤？本期影片就跟着我們的腳步，一起聊聊眼鏡行這個行業。開頭我們說過，台灣擁有非常高的近視人口比例，這背後有2大原因：遺傳與環境。其中環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醫學研究顯示，人們在兒童階段過早近距離長時間用眼，便會過度刺激眼球，導致視力失常。也因此，在社會競爭激烈、重視提早教育的亞洲，就有相對較高的近視率，像是台灣、香港與新加坡。多年來的近視率成長幅度都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。在台灣，這便催生出龐大的眼鏡市場。按照業界公布的資訊來看，台灣眼鏡行業起源於日治時期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這裡的商品與技術都高度仰賴日本進口。而在早期，台灣的近視人口還不足以支撐專賣店生存，也因此當時的台灣許多眼鏡行曾兼賣鐘錶。直到20世紀下半葉，台灣經濟起飛，眼鏡零售業才走向專項銷售。時至今日，台灣眼鏡市場的年銷售額高達新台幣270億元，眼鏡店的數量直逼4200家。與人口相近的澳洲相比，該國有着2500萬國民，眼鏡行的數量卻不到台灣的一半。興盛的境內市場催生出許多連鎖店家。當前台灣規模最大的是老字號寶島眼鏡，全台約有470家門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興起的日韓系快時尚眼鏡店正對傳統店家構成強力挑戰。除此之外，隱形眼鏡也成為台灣最大宗的出口醫材，造就出市值動輒100億的大廠巨獸。龐大的市場規模與零售店面數量，讓人不禁好奇，眼鏡行業利潤是否當真如此亮眼？以下將從供應鏈找尋答案。我們翻查了研究報告與媒體的報道，會發現台灣眼鏡行的資訊並不算透明。為了找到更多有用的資料，我們抓準上市公司必須披露財務細節的規定，鎖定市場龍頭寶島眼鏡的財報。結果顯示，當前眼鏡市場位居上游的共有3大群體：鏡框製造商、鏡片廠商與隱形眼鏡及藥水廠。其中鏡片存在高技術壁壘，供應商大多以海外大廠為主，名單包括德國蔡司、法國的依視路與日系的尼康與精工。至於鏡框部分，則比較沒有限制。各地的小廠也都能扛起訂單，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，站在零售端的角度來看，鏡片的進價較容易受到大廠的合約規範，而鏡框可能比較有利潤空間。而這份財報也指出，目前店家的競爭利基仍大幅受到採購人員議價選材能力所影響。至於市場下游地位，也可分成3種：大型連鎖店、中小型區域店以及獨立店家。他們涉及的業務可劃分成3塊：研磨、驗光與裝配。以寶島眼鏡來說，他們的營業毛利率可達到60%，算是相當不錯的數字。我們進一步看向海外，北美大型眼鏡零售商亮士點的創辦人近期對外公開表示，一副售價$100的鏡架，成本大約只佔1%，就算有設計師品牌掛名，實際的成本也只有1/5。而在高技術門檻的鏡片部分，更上游的製造大廠也掌握了相當高的毛利。按照業內人士的說法，幾大行業巨頭壟斷專利，進而掌控市價。像前面提到的法國光學公司依視路，母公司旗下有雷朋等知名品牌，包辦生產到零售等所有環節，同時還握有數千項專利，因此對眼鏡市場的定價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跟話語權。然而我們也知道，這種大型企業所需支付的人事與研發費用也相當驚人。依視路全球擁有超過6萬名員工，每年的研發經費高達1億5千萬歐元。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得知，上游行業生態奠定了零售端基本的定價結構，這整個行業確實存在不低的毛利率。但對於我們最常接觸的眼鏡行，他們真能賺取暴利嗎？以下就從業界出發，看看這行業還存在哪些特色與挑戰。首先要聊的是營運模式，眼鏡行跟一般零售通路存在根本上的差異。在我們一般逛街時，常常試了看了，結果不買。但踏入眼鏡行的客人，通常已有明確的需求，因此最終的消費幾率很高。這也是我們經過許多眼鏡行時，常看到店內空無一人，但店家卻能長期營運的關鍵，特別是許多社區型的小店。
而在某些精華區段，也有眼鏡行頂着昂貴的店租搶攻來往人潮。之前就有媒體報道，在台北的通化夜市，當地單位租金最高的金店面就是被眼鏡行拿下。這些在精華商圈攻城略地的店家，多半是大型連鎖品牌，靠着相對較高的客單價與其他領域的競爭者廝殺。而在進貨與租金成本之外，眼鏡行的營運過程還有另一大要件，那就是人力資源。而在近年台灣的新法出爐後，整個行業生態正逐漸轉變。有近視的朋友可能記得，早年想配眼鏡，可以在眼鏡行直接驗光，現場挑選適合的鏡片。但其實當時的台灣並沒有嚴格規範從業人員的專業背景，一直要到2016年，台灣當局發布驗光人員法，將驗光認定是醫療業務，必須由具有驗光資格的專業人員執行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是15歲以下的兒童，必須在眼科醫師指導下才能驗光。以上改變對眼鏡零售業帶來不小的影響。想要繼續保有驗光的業務，必須要有合格的驗光師，甚至要與眼科合作。無論是連鎖品牌還是街坊小店，這都會拉高人才培訓的成本。最後一點，源自快時尚的興起，也擴大業內的競爭程度。以日本的 Jeans 為例，他們主打流程快速與適當的價位，成功在亞洲擴大展店規模。這類店家之所以能衝擊產業生態，關鍵在於他們走出了成功的制造零售業商模。從商品企劃、委外生產到終端零售，所有流程一手包辦，減少供應鏈內涵的摩擦成本。簡單來說，早期台灣的眼鏡行確實屬於暴利行業，但隨着市場與法規不斷變化，現有利潤已不比從前。而在網絡社群上，也有不少人對此展開討論，人們的看法相當兩極。有一派人始終質疑眼鏡行賺得太多，但也有人認為應該尊重服務與商品品質，而不是一味要求商家降價，落入台灣普遍存在的 CP 值陷阱。以上爭議也凸顯出一個有趣的狀況：當前台灣人的消費偏好正朝廉價與精品兩極端靠攏，有些消費者更直接捨棄傳統眼鏡行，上到淘寶選購極其低價的眼鏡產品。對於過往的人們來說，眼鏡屬於靈魂之窗，由此衍生的眼鏡雖然也是消耗品，但本質上有些耐久材的味道，因此更願意花錢在單次消費之上。總結來說，眼鏡行的暴利傳說源自早期行業不成熟、政令太寬鬆、資訊不透明、選擇相對較少的現實，以此孕育巨大的利潤空間。而眼鏡行獨特的營運與供應結構，也放大了賣方的話語權，讓業界得以主導定價模式。然而，就跟許多民生零售產業一樣，隨着市場競爭日益激烈，新的商模不斷誕生，眼鏡行業生態也正高速轉變之中。至於未來會如何發展，就讓我們繼續觀察。好了，這集的窮奢就到這裡。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們的想法，也歡迎追蹤我們的臉書與 IG。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